为了方便全村外销鲜果，我花350万在家乡修了一条柏油路，可村主任私设关卡收取过路费，还煽动村民举报道路违建，逼我交出道路产权。这是违建，交出道路产权，不然举报你。既然大家都有意见，我就依法拆了这条路。进村收黄桃的冷链车，单次过路费200，不交不准进。大爷，我这一天要拉好几趟，您这一趟200也太黑了吧？再说这明明是免费的公共道路啊！少废话，路占的是我们云溪村的地，那就是我们村集体的资产，这叫村集体修缮费，不交你马上掉头滚蛋！你也瞎，压坏了我的黄桃干，你赔得起吗？把果筐全撤了，路面马上清理干净。陆泽啊，这路这么宽，大车稍微绕一下不就行了？我晒点果干怎么了？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这是公路，不是你家的晒谷场，出了人命，你负得起法律责任吗？这……陆泽，你干什么？你敢毁坏村集体的财产！陈万才，我全资修这条路，是为了让村里的黄桃能顺利运出去，不是为了让你在这设卡敛财的。你这种行为属于典型的寻衅滋事和非法设卡，信不信我马上报警？陆泽，既然你今天回来了，那正好。这路虽然是你出钱修的，但占的是咱们云溪村的集体土地，你这叫没有经过审批的私人占地。只要你在这个移交协议上签字，把所有权交出来，村里就不追究你的责任，以后的过路费怎么收也跟你没关系。我如果说不签呢？大伙都听见了吧？他陆泽为了自己当善人，在咱们村的地界上搞违章建筑，现在还断大家的财路，咱们能答应吗？就是啊，陆总，你大老板又不差这几个过路费，交给我们村集体怎么了？你修的路占了我家原本的荒地，我还没找你要补偿呢。既然你们觉得这是我的违章建筑，那就让法律来定性吧。他陆泽不是讲究规矩吗？那咱就给他讲规矩。你就是陆泽同志吧？我们接到云溪村村民的实名联名举报，反映你在这条进村道路的修建过程中存在未批先建、非法占用集体土地以及工程质量不达标等问题。今天特地来现场核实。张组长辛苦了，我一定全力配合组织的调查。张组长，您可得为我们老百姓做主啊！当年他陆泽仗着自己有钱有工程队，连个招呼都不打，强行占了我们村的荒地和机耕道修路，这路修得极不合理，严重破坏了我们村的自然生态。对，这路质量差得很，前几天下雨，路面滑得很，差点害得我们村的拖拉机翻车。这种没有经过安全认收的违章建筑，天天走大车，简直是拿我们全村人的命在开玩笑。不仅不安全，还影响了我们家的风水。我家果园自从这条路修好后，黄桃的产量都受影响了，这就是乱建的祸害。陆总，依据现行相关土地管理和城乡规划条例，即便你是出于好心捐资，但如果没有办理正规的立项审批、土地报配以及招投标手续，这条道路在法理上确实属于违章建筑，这一点你认可吗？张组长，我完全认可。陆泽，你既然知道自己违法了，那就赶紧把那份无偿移交协议签了。只要路归了村集体，我就让大家撤销举报，回头我再去镇上补办个手续，这就算翻篇了，你也免得受处罚。张组长，作为一家大型企业的负责人，我必须以身作则，坚决维护国家法律法规的尊严。对于违法建筑，绝不能姑息。我申请立刻整改。鉴于事实清楚，群众反映强烈，依据相关规定，现向你下发违法建筑限期拆除整改通知书，请你签收，并依法恢复土地原貌，坚决服从执法。他签的啥？不是移交协议吧？管他签的啥，上面都定性是违建了。他就算再有钱也得低头。这路以后肯定是咱们村的了。陆泽，
你疯了吗？你带这么多工程车来干什么？陈主任，我这是在响应村民的诉求，积极配合执法工作。拆除？你要毁了这条路？不行，这绝对不行！明天还有几十个冷电车要进来拉黄桃呢，路毁了，全村都得饿死。这怎么能叫毁路呢？这是消除安全隐患，恢复自然生态。白天你们不是才对着调查组说这条路是违建、质量差，影响风水吗？我这个守法公民今晚就彻底帮你们拔出这颗毒瘤。陆总，我们白天那是开玩笑的，那是一时糊涂，您别拆呀！我的果子全在树上挂着，明天就要出货了，没有这柏油，这果子运不出去啊！晚了，法律不是你们想利用就利用，想开玩笑就开玩笑的工具。各车组注意，接到指令，违法建筑拆除作业现在开始，全线6公里，收到，全部砌报至原生土字，不留一块完好的沥青。不，我的钱啊，我的黄桃啊！这到底是什么路？前天我在群里看同行发视频，这里明明是顶级的减震摆动路，怎么一夜之间变成这副模样了？踩脚您一冲吧，我的果园就在前面2公里，几万斤的桃子今天必须下树啊！您要是不进去，我的果子就全完了。冲！你让我拿几十万的车去冒险啊？你看看这坑，我这冷链车底盘全是精密设备，托底了你赔得起吗？就算加3倍运费，我今天也不进去。兄弟们，千万别来云溪村，这里根本没有柏油路，全是齐膝深的烂泥潭，进得去出不来，赶紧拉黑。这可怎么办啊？我的桃子都已经装好筐了，车不进来，这不等于要了我的老命吗？都怪陈万才，要不是他非要去搞什么收费站，非要逼着陆总签什么移交协议，陆总能发那么大火把路刨了吗？慌什么？路是死的，人是活的。冷电车不进来，咱们自己有拖拉机，有农用3轮车，一车一车往镇上的集散中心倒腾不就行了？以前没柏木路的时候，咱们不也是这么干的吗？开慢点儿，一定要开慢点儿，这可都是金果子呀！哎呦，我的桃啊！王大柱，你这是拿果泥来糊弄我呢？你自己睁大眼睛看看，这皮全破了，全都是褐色的撞伤淤青。这种破烂货进冷控不到半天就会长毛变臭，你让我怎么往大城市发货？李老板，您仔细看看，这味道还是甜的呀！这可是极品树上熟的果子啊！甜有什么用？卖相全毁了。当初说好的9块钱1斤，那是建立在零损耗、好品相的基础上。就你这车烂桃子，我最多按果汁制厂的收价2毛钱1斤，多分都不要。你爱卖不卖？2毛。陈万才，你个吸血鬼，你赔我们的血汗钱，这怎么能怪我？那是陆泽新太黑，他故意整我们啊！你少在那儿推卸责任！要不是你贪得无厌设收费卡，要不是你逼着大家写什么举报信，陆总怎么可能把路刨了？是你毁了云溪村！别让他跑了！陆总啊，云溪村现在彻底乱套了，黄桃大面积腐烂，外地客商全部撤回，村民们发生了严重的内讧。陈万才的办公室被砸了，他儿子陈茂元强行闯入，摔断了腿进了医院。云溪村今年的农业经济已经可以说是全线崩溃了。赵镇长，
您亲自给我打这个电话，是希望我做什么吗？陆总，我知道村民们这次做的太过了，陈万才更是无法无天，镇上已经成立了调查组，准备追究他的责任。但这几百万斤黄桃毕竟是老百姓1年的口粮钱，您看能不能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镇上出面搭个桥，让他们给您认个错，您再把那条路给他们修上。修路的钱，镇里可以想办法补贴一部分。赵镇长，您在基层工作多年，应该比我更懂。扶贫先扶志，致富先立规矩。当年我全资给他们公路，是希望他们能靠自己的双手过上好日子，但我错了，我只给了他们修好的路，却没有给他们匹配这条路的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他们以为公共资源可以随意霸占，他们以为别人的慷慨是理所应当，他们甚至以为只要人多势众联名领举报，就能用行政手段逼迫资本低头，强抢别人的产权。如果我现在因为他们认了个错，就心软回去把路修好，那不仅是继续纵容他们的贪婪，更是对法治和规则的践踏。痛是暂时的，但不经历这种倾家荡产的切肤之痛，云溪村永远都只是一群见利忘义、习惯等靠要的乌合之众。这堂关于承担责任的课，他们必须自己在烂泥潭里上完。可是陆总，这代价是不是太大了？代价大，才能长记性。赵镇长，陆氏集团是做合法生意的，我绝不会把资金投给一个连基本契约都不懂的村集体。等哪天他们真正明白好日子不是靠占便宜和耍无赖得来的，等他们学会了走正规流程，懂得自己集资承担责任的时候，您再来找我吧。王大柱，你给我出来！这都几月份了？你开出的时候赊我的5万块钱化肥和农药钱，到底什么时候结？刘老板，您行行好，宽限我几天吧。你也看到几盘好果子全烂在树上了，我现在是真的1分钱都拿不出来呀！我告诉你，王大柱，我不管你果子烂没烂，这钱是你白纸黑字签了字的。今天你要是不给钱，我就去法院起诉你，封你的房子，封你的果园。这日子没法过了。刘老板说明天带人来搬我家的电视和冰箱，我不就是占了点路面晒个果干吗？怎么就落到这个下场了？哭，你就知道哭！现在哭有什么用？当务之急是赶紧把路修好，路通了，咱们就算去镇上打零工也能有个进项。现在这烂泥路，连个摩托车都出不去。修路，咱们自己修。以前没有路泽的时候，咱们也不是没路走，大家每家出个1000块钱，凑个10几20万，去镇上雇2台挖掘机，拉几车石子来垫一垫，不就能走车了吗？喂，李老板啊，我是云溪村的王大珠，是这么个事儿，我们村那条进村路不是烂了吗？想请您的工程队来给铺点石子垫一垫，能过个农用车就行。我们村集体出钱，您看20万够不够？王大柱，你脑子里进水了吧？20万，你当这是在自家院子里垫个狗窝呢？李老板，您这话是什么意思？20万买石子还不够？那是6公里的重伞公路，而且硬化层已经被全线刨毁，连日的大雨早把地基彻底泡软了。你以为倒几车石子进去管用？那叫填海，重车一压，立马全部陷进泥浆里，连个泡都不会冒。那要修到能进冷电车的程度，得多少钱？要想重新做地基、打水稳层、铺沥青，还要做排水沟防洪。我给你们算个最低的成本价，哪怕是用最一般的材料，没有400万，连想都别想。云溪村现在连买农药的钱都欠着，你们拿什么修？就算你们拿得出钱，我也不敢接你们的活。谁不知道你们村风气烂？今天修好了，明天你们再联名举报我个违建，我找谁哭去？挂了。400万，砸锅卖铁也凑不清啊！都怪陈万才那个老王八蛋，还有你们这些跟着安守月的人！要不是你们非要举报陆总，逼着人家把路刨了，我们能落到这个地步吗？是你们害了我一家呀！李翠花，你少在那血口喷人！当初陈万才说路归了村里，大家都能分过路费的时候，你按手印比谁都快。现在出事了，你想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做梦！就是你占着半条路晒黄桃干，差点害得大车翻下去，这也是大家逼你的。别吵了，都别吵了，咱们在这骂破天，路也回不来，债也还不清，那你说怎么办？就这么等死吗？咱把陆总的心伤透了，这事儿除了陆总，天王老子也救不了咱们。明天一早，咱们去市里，去陆总的公司。去市里去找陆总，可陆总走的时候发了那么大火，他还能见咱们吗？不见也得见，跪下磕头也得见。咱们不仅要去，还要带上咱们村进士的那些没磕碰的好黄桃，咱们得去认错，得去求人家原谅。
都小心点儿，这可是咱们云溪村最后一点赔罪的诚意了。安监大人干什么？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赶紧出去！保安同志，我们不是要饭的，我们是云溪村来的，是你们陆董事长的同乡，我们有急事想求见陆总，麻烦您给通报一声吧。每天来冒充陆总亲戚的骗子多了去了，你们这副尊容也敢来碰瓷儿？出去！再不走，报警了！别报警，我们真的是来认错的，我们带了果子。陆总，楼下大堂来了一群自称是云溪村的村民，说是来给您赔罪的，保安正准备把他们轰走，需要我让法务部去处理一下吗？不用法务部，让保安放行，带他们去12楼的2号会议室，顺便再在地上铺好防潮垫，我亲自下去给他们上完这最后一课。陆总，您终于肯见我们了。陆总，我们错了，我们真的知道错了，是我猪油蒙了心，是我瞎了眼，我不该站着路面晒果干，更不该跟着陈万才那个老混蛋去举报您。您大人有大量，就把我们当成个屁放了吧。是啊，陆总，云溪村现在全毁了，黄桃烂在泥里，大车进不来，大家伙都背了几十万的债，眼看就要活不下去了呀。各位乡亲，你们这是干什么？快起来！现在是法治社会，不兴下跪这一套，有事说事。陆总，这是咱们云修村今年最好的果子，这果子交村的一路，我们背着走了心意，是来给您赔罪的。您尝尝，还是原来那个甜味。王大柱，你还记得我当年为什么要在审批手续不全的情况下，垫资300万，连夜赶工给你们修掉条路吗？记得，您是为了抢在黄桃下树前通车，为了不让我们的果子烂在山里。是啊，我知道这果子娇贵，我知道这果子是你们1年的命根子，可是当你们拿着那份违章建筑举报信，对着县里调查组的镜头言之凿凿地说我修的路是劣质工程，破坏风水的时候，你们想过这些果子吗？陆总，我们那是被柴财骗了呀！他跟我们说，只要把您逼走，路归了村里，大家都能分过路费。我们是一时糊涂啊！一时糊涂，好一个一时糊涂！因为贪图那点莫须有的过路费，你们就可以无视我几百万的无偿投入；因为觉得法不责众，你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用法律的幌子来抢夺我的合法权益。你们不是糊涂，你们是贪得无厌，是觉得我陆泽心软好欺负。你们今天来真的是知道错了吗？不，你们只是发现自己解决不了烂泥路的问题，只是发现冷电车不进村了，只是被农资店的老板催债催得走投无路了。如果那条路没刨，如果过路费收成了，你们现在还在村里骂我是个大傻子呢。陆总，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错，您骂的对，我们是白眼狼，我们不是人。可是求求您看看那些烂在泥里的黄桃吧，大家真的活不下去了。只要您肯出面把路再铺回去，我们全村给您立长生牌位，以后路上的事儿全凭您一句话，我们绝不敢再有二心。是啊，陆总，您家大业大，那几百万对您来说就是9牛1毛，可对咱们云溪村来说，那是200多户人家的命啊！您就当大发慈悲，再救我们一次吧。我说过，我陆泽是个遵纪守法的商人，绝不做违法乱纪的事。你们不是想修路吗？可以。既然之前那条路你们举报是违建，那这次咱们就一切按规矩办，走正规的地质勘探、立项审批、环保评估、公开招投标。我也找专业工程队核算过了，要在这个烂泥滩子上重新铺设能承载重型冷链车的双向沥青路，各项合规成本加起来最少需要450万。450万！450万！这笔钱云溪村200多户人家既然想要与你们自己村集体的合法道路，那就自己去按户筹集工程款。什么时候你们凑齐了这450万的合法资金，什么时候政府的批文下来了，我的工程队就什么时候进场施工。可是我们现在连买化肥的钱都欠着，哪里去凑这450万啊？那是你们自己的问题。我不是云溪村的提款机，更不是你们用来兜底的冤大头。一个人的善意永远无法为全村人的贪婪买单。你们亲手砸碎了别人的好意，现在就必须用你们自己的血汗去承担代价。陆总，您不能这么绝情啊！这不是逼着全村人去死！闭嘴！收起你们那套撒泼耍赖的马戏！在我的公司里，只有契约和规则。你们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去想办法成立正规的合作社，去向银行抵押贷款，去砸锅卖铁筹集资金，用你们自己的肩膀把这条路重新扛起来。小张，送客。陈万才，警怪啊！我们是县治安大队的，有人实名举报你利用职务之便，涉嫌勒索外在公共道路私设卡机，并涉嫌寻衅滋事和职务侵占，这是传唤证和搜查令。跟我们走一趟吧。那路是我们村的地，我收点维护费是体体收的，我没进自己腰刀啊。有没有进你自己的腰里，我们看了账本自然清楚。
陆氏集团已经提交了完整的录音录像证据，包括你逼迫他人签署非法协议的全过程。陆泽，是陆泽那个王八蛋要整死我呀！闭嘴，注意你的言辞。活该，这就是报应！把咱们全村人都害惨了，他早就该被抓进去了。乡亲们，陈万才被抓了，可是咱们的债没消，咱们的路也没通。昨天去城里求陆总，陆总的话，但就像刀子一样，把我的心给剜明白了。陆总他到底怎么说？他真的一点情面都不讲了吗？情面？咱们把人家的心都伤透了，还哪来的情面？陆总指着我的鼻子骂，说我们是白眼狼，说我们贪得无厌。咱们凭良心想想，人家骂的错了吗？我现在说别说了，用450万修路，把咱们全村卖了也凑不够啊！凑不够也得凑。陆总说的对，一个人的善意填不满全村人的贪婪。咱们以前就是太习惯占便宜了，出了事就指望别人兜底。今天这跟头，咱们栽得头破血流。但要是咱们现在就认命了，就趴在这烂泥潭里等死，那咱们云溪村的子子孙孙就永远抬不起头来。陆总给咱们指了明路，修路走正规招标，钱咱们自己想办法，哪怕是去银行贷款，哪怕是把家底掏空，这条路也得咱们自己建起来。大猪，你疯了！咱们现在连买米的钱都快没有了，拿什么去凑450万？我们成立合作社，这是我攒着给我家小子娶媳妇的10万块钱死期存款，我今天全拿来当修路的启动资金。从今天起，咱们把全村200户的果园合并，成立云溪村黄桃种植合作社，以合作社的名义去镇上、去县里申请助农修路贷款。陆总是生意人，人看重的是规矩和契约。只要咱们凑路够了前期30%的启动资金，哪怕是100多万，咱们就能拿着这笔钱，光明正大的去请陆总的工程队进场。咱们不是要饭的，咱们要用这笔钱告诉陆总，咱们云溪村的人懂得规矩了，知道自己担责了。大猪哥，我没有你那么多钱，这镯子是我当年的嫁妆，我明天就走小路去镇上把它当了。这3000块现金是我家里最后的活命钱，我全交给你。我也出，我把我那辆刚买的2手轿车卖了，换2万块钱投进去。我出5000，我家里还有2头猪，我明天全卖了也能凑1万。我这就给我城里打工的闺女打电话，借也得借个1万块出来。小猪仔一头。咱们不是要饭的，咱们知道自己担责了。陆总，这是驻村干部刚发给我的。云溪村这帮老顽固竟然真的自己觉醒了，他们今天当场罢免了村委会里陈万才的救援，推举王大猪当了合作社的头。他们全村砸锅卖铁，今天半天时间竟然凑出了43万的现金和抵押物。陆总，您那副猛药真的把他们给救活了呀！赵镇长，既然他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那作为政府该给的支持也该到位了，让他们把合作的资质审批走正规程序办好。另外，等他们凑齐了100万的启动资金，您带他们拿着合法造招标书来我的办公室谈。陆氏集团的大门随时为懂得契约精神的合作伙伴敞开。大柱啊，不是我不帮你，你们云溪村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全镇都知道，几百万斤黄桃绝收，家家户户身上都背着农资债。现在你们拿这些破旧的农村自建房来抵押贷款，风险太高了，上面审批很难通过啊。刘经理，您看看这个，我们云溪村全村200户果农已经把所有的果园和土地全部合并流转，在镇政府的指导下，正式成立了云溪村黄桃现代农园合作社。我们这次来贷款，不是为了吃喝，不是为了还私债，是为了修路，这是合作社的集体基建项目。你们把全村的土地都整合了，谁签的头？是我们全村人自己选的代表，大家伙都在章程上按了手印的，这叫啥来着？对，契约精神。刘经理，我们算过账，只要路通了，以我们云溪村黄桃的品质，1年就能回本。这笔贷款是以合作社名义借的，全村200户人家联保，就算砸锅卖铁，我们也绝对不烂账。好，冲你们云泽村这回的骨气，这份贷款申请，我亲自去县囧行给你们刨批。谢谢，谢谢刘经理。大猪哥，算清楚了吗？咱们到底凑了多少？乡亲们，咱们砸锅卖铁，把能卖的都卖了，加上信用社的80万集体贷款，咱们一共凑了135万。就差这15万，难道咱们就真的被这15-10万憋死了吗？
钱是凑不够了，但修路不是还需要挖土、搬石头、平高低吗？咱们云溪村有400多劳力，咱们给陆总当免费小工，一天算100块钱工钱，咱们干他几个月，这10几万的缺口，咱们用汗水抵，用命去抵。对，翠花嫂子说的对，但我能去工地上给全大伙做饭烧水，不要1分钱工钱。陆总，我们来了。这是我们云溪村黄桃现代农园合作社全村营业执照、居正土地流出具的项目链审批许可，还有我们通过集体贷款和全村自筹凑齐了135万的现金。这笔钱已经打进了政府设立的修路专用监管账户。距离450万的预算，你们连30%的启动资金都没凑够，135万，这不符合商业规矩。陆总，我们知道15万缺口，这剩下的云溪村全村412个青壮年自愿无偿加入您的工程队，承担所有前期的土方开挖和物料搬运工作。这15万，我们用汗水来补齐。只要您肯签这份石磨合同，这30%的前期款，我们云溪村一分不少您的。王大柱，恭喜你。陆总，您答应了。小张，把我们准备好的文件拿出来。这是国家4号农村路建设专项资金申请批复，50万，不是150万补贴。一个懂得自救、拥有完善合作社制度和契约精神的村集体，是政府最愿意扶持的对象。就在你们在村里砸锅卖铁筹钱的这段时间，我动用了集团的法务和专项团队，以你们合作社的名义，向省里和市里的乡村振兴局递交了基建补贴申请。这份批复昨天刚下来。因为你们的筹款行动展现了极强的集体信用，政府决定补贴你们项目总造价的1/3，也就是150万。135万的自筹款加上150万的政府补贴，那就是285万。可是陆总，距离450万的总造价还差165万啊！剩下的缺口，陆氏集团补了。什么？我说，剩下的钱我陆泽出了。这不是当年的施舍。这是陆氏集团对云溪村黄桃现代农业合作社的正规商业投资。陆氏集团的施工队将以零利润的成本价中标这个项目，同时我们集团注资165万入股你们的合作社，占股10%，用来完善你们后续的冷链仓储和品牌包装。当年那条路是我白送的，所以你们不珍惜，觉得那是你们占来的便宜，随时可以过河拆桥。但今天这条路是你们砸锅卖铁，用全村的土地抵押，用汗水去置换，用契约精神赢回来的。它不再是某个人施舍的恩赐，它是你们云溪村用骨气打下的江山。有了这层规矩和契约在，我相信这条路就算遇到再大的暴雨，也绝对塌不了。你们的黄桃也绝不会再烂在泥里。陆总，您放心，从今往后在云溪村，谁要是敢违背契约，谁要是敢在这路上动一点歪心思，我王大柱第一个打断他的腿。去吧，回去告诉乡亲们，明天一早，陆氏集团的重型筑路机械进场开工。陆总，人员全部到齐，请您下达开工指令。王大柱，我可得提前把丑话说在前面，工程队的标准极其严格。既然你们签了投劳证怒书，在工地上你们就是我的工人。谁要是偷奸耍滑，谁要是工程质量不达标，我随时扣你们的劳务费。您放心，谁要是敢在修路的事上偷懒，不用您开口，我王大柱直接把他踢出云溪村。乡亲们，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卖命干，修好路。大柱，累吗？累，真他娘的累啊，骨头架子都快散了。哎，但是陆总，这心里头踏实啊。以前您把路修好了端给咱们，咱们走在上面，总觉得那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不心疼。现在这路基里的每一寸土都有咱们云溪村人的汗水，这回这路是真的长在咱们骨头里了。哎呦，张师傅，您一路辛苦了，快喝口冰镇绿豆汤。谢谢翠花大姐。行啊，你们云溪村，去年我在这烂泥沟里差点把车赔进去，比县里的物流员还要气派。我这大众卡开进来，连个颠簸都没有。那是，张师傅，今年咱们不仅路好，果子更好，全村统一种植标准，统一冷链预冷。您看看这包装，收购价已经卖到15块1斤了。15块，我的乖乖，你们这是要发大财呀！发财也是我们云溪村新路通车，县里镇里的领导，还有我们的大股东陆总都来了。您歇会儿，一会儿沾沾我们的喜气。各位领导，各位乡亲，还有我们云溪村最尊贵的合作伙伴陆总，今天我们云溪村迎来了新生。
就在1年前，差点全村破产。但今天，我敢站在这里，挺直了腰板，告诉所有人，我们云溪村站起来了。这条造价450万的新路，是我们全村人抵押了土地，砸锅卖蹄，用3个月的汗水和血泡，一寸一寸拼回来的。这个物流中心，是我们用合法合规的契约和陆氏集团正正当当合作建起来的。我们不再是要饭的，我们是堂堂正正的生意人。我们要用最好的黄桃，走最宽的规矩路，赚最干净的钱。下面有请我们陆氏集团董事长陆泽先生为我们云溪村的新路石碑接步。陆总，当年陈万福说要给您立功德碑，那是他拍马屁想占便宜的虚情起意。今天这块碑是我们全村人共同商议定下的，您揭开看看吧。乡亲们，今天我不祝大家发财，因为我知道，只要你们把这块碑上的字刻在心里，发财是必然的事情。曾经，我以为给你们一条好路就是对你们最大的帮助，事实证明那是错的。一个人的施舍永远撑不起全村的脊梁，但今天你们用正财富不是不正眠了，而是靠团结赢来的。云溪村的过去已经埋葬在那场暴雨的泥沼里了，云溪村的未来就在你们自己脚下这条合法的、坚不可摧的金光大道上，大步往前走吧。陆氏集团永远愿意做被归着的合作伙伴。老李，回集团总部吧。明天的董事会，我们要讨论下一个乡村振兴的投资项目了。